重生后，我立刻剪烂了我送女儿的香奈儿高奢礼服和爱马仕包。只因上一世，我发现我给女儿买的礼物竟然出现在我资助的贫困生何念念身上。念念，我的宝贝女儿，生日快乐！我这才发现，我好心资助的贫困生，竟然是老公和保姆的私生女。赵宇，你个王八蛋！怪不得你让何琳来当保姆，怪不得你让我资助何念，你还给她安排工作。原来你早就出轨了！我要跟你离婚，我要让你净身出户！老婆，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松手！你听我解释！念念，爸，你管他干什么呀？他不过就是咱们家养的一条狗，不过只是能帮咱们家打理生意。要不你早踹了他了。我已经给沈瑶打电话了，一会儿就送他们母女俩回去。你不要伤害瑶瑶，你不要伤害瑶瑶！瑶瑶，瑶瑶，你快跑！你不要管我，你快跑！站着别动！你死，你妈活！你不要听他的，你快跑啊！妈，对不起，这些年让你替我受委屈了。这次换我保护你，换我保护你。瑶瑶。瑶瑶，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该死！你们都该死！先死的会是你哦。明天新闻就会报道一场意外火灾。让沈氏母女烧死在家中，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真是无能的狂怒呀！瑶瑶，沈阿春，带他们说了20年，还让你跟我一起惨死！我不敢死！我不敢死！许是老天感受到了我的绝望，给了我重活一次的机会。回到了女儿生日这一天，这一世该我让他们付出代价了。沈总，不好了！您给小姐准备的生日礼物被你老公赵总拿去送贫困生了。我知道，那是高仿的，真的已经被我毁掉了。高仿的？沈总，难道您提前就知道赵总会这么做？你们感情不是很好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感情是挺好的，好到我像傻子一样，被赵宇骗了那么多年。15年前，赵宇出差回来，突然拿着一张照片，你回来了，跟我说：“老婆，山区的孩子太可怜了。你看这个小孩，瘦得皮包骨头的，大冬天的都穿着凉鞋，确实太可怜了。要不给他捐点钱？捐钱只是一时的办法。老婆，要不然咱们资助他吧。他跟咱闺女是同年同月生，很有缘分。是啊，太太，这也太有缘了。资助贫困生，也算是给小姐积德了。那就资助到他成年工作好了。老婆，你真好。这些年赵宇一有空就去看何念念，我还觉得赵宇善良，自己嫁对了人。所以何念念因为学历太低找不到工作时，赵宇希望我帮忙安排。
我还把何念念安排到了我的工厂上班，跟我女儿做同事。而保姆何莲，因为赵宇说农村人出来打工不容易，我更是当亲姐妹对待，给她买高定衣服。她在家也不需要穿保姆服，想去做自己的事，随时去做。你给我打个洗澡水吧。太太你自己放吧，我得出去一趟。只是我没想到，真心对待的3个人，最终却害死了我和我女儿。想要知道为什么，给他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喂，老婆。喂，老公，我刚才让助理送去的衣服给瑶瑶了吗？给了。可是我刚才在工作群里面看到何念念穿的衣服和瑶瑶的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婆，你知道的，高定也有仿版，念念肯定穿的是高仿货，跟瑶瑶撞衫了。你知道的，念念嘛好面子，你就不要拆穿她了，免得同事笑话她。哦。哎，对了，老婆，你今天回来吗？回来的话，我们一起给瑶瑶过生日啊。他这是要确认我的行踪啊，好方便他去给何念念庆祝。我要出差，马上要飞了，先挂了。沈总，您不是为了陪小姐过生日，把国外的会议都取消了吗？这怎么还……我不这么说，怎么看他们演的一出好戏？赵宇、何琳、何念念，这一世，我的反击要开始了。沈总，咱们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工厂了。这还是我之前怕猫走丢了在家装的监控，没告诉赵宇，现在到起作用。来，宝贝，咱们玩点情趣。你穿上，让我看看是你穿着好看，还是他穿着好看。我才不要穿他穿过的，凭什么他就能穿贵的？我就要穿他穿过的。行行行，衣柜里很多新衣服呢，随便挑。他穿过的满身骚气，我才不要。喏，这件衣服新买的，他没穿过，你看价格标签，30万。这件不错，一会儿我就穿它去参加念念生宴会。老婆，那老公拿出来你喜欢的衣服，老婆该怎么好好奖励一下老公？沈总，赵总居然出轨保姆，他安排侦探调查赵宇，我想知道这些年他到底背着我做了多少事。是。对，让咱们厂所有员工都去礼堂。我跟你说，今天举办生日宴的可是咱们正明集团董事长女儿何念念。如果让小公主不开心了，咱们的工作都得丢。沈总，你来了。沈总，我已经把大小姐的生日宴安排到咱们工厂礼堂举办了。今天工厂第一车间停工1天，所有车间员工都去为她庆祝生日。何念念，她不是我女儿。什么？沈总，当初是你老公带着何念念来办入职的，说是你女儿跟外婆姓，当时你打电话还跟我说让照顾好她。喂，老婆，我送念念来厂里了，您跟厂长说一声，让他好好关照念念。哎，沈总，念念刚踏上社会，辛苦您帮忙照顾一下了。好，我一定好好照顾。上面是为了瑶瑶能安心了解工厂生产流程，以后好接掌公司，我一直保密她的身份。没想到让何念念钻了空子，在厂里冒充我女儿。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她是我女儿了吗？没有。啊？那
难道是我搞错了？我女儿是在工厂上班，但她不是何念念，是沈瑶。沈瑶，你女儿是沈瑶，那何念念是？何念念，只不过是我资助的一名贫困生罢了。所以，她是冒充我女儿，才能在这工厂里举行生日宴会的，是吗？是。沈总，我不知道何念念冒充你女儿的这事啊！我现在就去叫停宴会。不急，赵宇和何琳还没到，缺了他们，我怎么能报复得爽呢？念念的咖啡，瑶瑶，念念的咖啡，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念念不是只给了你3分钟时间去买咖啡吗？3分钟时间太短了，时间真的不够。少找借口！你居然敢怠慢大小姐，别忘了你的身份，大小姐的一条狗。敢欺负我女儿，找死！沈总，你别急，大小姐在家一向开朗，怎么在厂里就被欺负成这样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啊！妈，对不起，这些年让你替我受委屈了，这次换我保护你。等我知道瑶瑶一人的真相，所有欺负过她的人都要付出代价。念念，沈瑶她敢怠慢你，给你买的咖啡凉了才送过来。我不是说过3分钟之内必须回来，是听不懂人话吗？念念，我跑着回来的，3分钟时间太短了，真的不够。狗东西，你妈是小三，怪不得教不好你这个贱种。我是小三儿，你买的咖啡弄脏了我爸给我买的礼服，你赔得起吗？念念，你答应过我的，在外面不说我妈妈的事情。哟，有脾气了。我不就说了句你妈是小三吗？你像条狗一样的巴结，不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妈是小三的事实吗？那我偏要说，你妈是小三，你妈小三，你妈小三！求求你不要说了，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瑶瑶，妈爸，你们怎么才来呀？参加我宝贝女儿的生日宴，我跟你妈肯定好好准备，是不能出席啊。蠢货，你是不是又惹念念不开心了？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妈是小三的事实？站起！要不是你能给我女儿当牛做马，你一个野种也配进我正明集团的工厂？我可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你要是再敢惹我女儿生气，你就别在这里上班了。就连你妈的医药费，我也会一并提。不，阿姨，我求你千万不要提我妈的医药费，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都怪我早应该注意到的。原来瑶瑶把何琳当成这个家的女主人了。瑶瑶刚出生，赵宇就介绍何琳来当保姆，说她最会照顾人。我忙于事业，瑶瑶就一直是何琳在照顾。林姐，我要出差1个月，瑶瑶就辛苦你照顾了。放心吧，云溪姐，要听话啊。何琳在家穿的一直都是我给她买的糕点。何琳明明知道你妈是小三，还那么关照你们娘俩，好好工作，别给你妈丢人。赵宇跟她一起洗脑，瑶瑶就相信了我是这个家的小三。我没被赶走，只是因为我能为他们打理公司。而正好我前一阵我又生病了。妈，你怎么生病了还工作？妈不工作怎么养我们的小公主啊？妈，对不起，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至于在这个家受这么多委屈。委屈？沈女士，您账户里的治疗费不够了。怎么没钱了？我昨天不是……护士姐姐，我刚发了工资，我跟你去缴费。哎，瑶瑶，不用。哎喂，我医院的治疗费怎么还没打进来啊？沈总，昨天赵总说给您打了呀。可能是他忘了，你重新再打100万进来。怪不得上一世瑶瑶至死都不反抗，她都是为了我。给我滚进来！沈总，刚才侦探查到了，赵总最近一直在背着你转移公司财产。我们过去，今天我要让他们统统付出代价。丢人现眼的东西，滚一边去！今天是我女儿念念的生日，感谢各位同事能来参加，更感谢大家平日里对她的照顾跟认可。原来念念长得像妈妈，难怪这么好看。刚才念念如果不是喊您妈妈的话，我还以为是她姐姐呢，是不是啊？谁说不是呢？不愧是咱们正明集团的老板娘，保养的就是好啊。念念还挺会说话，做主管真是屈才了。回头我跟厂长说说，提升你们做个车间主任。谢谢老板娘。客套话就不用说了，你们呢都是正明集团的优秀员工，我自然是会提拔的。大家就吃好喝好。我宣布，生日宴会正式开始。沈阳，这个小三生的贱种！妈勾引我爸的事情我还没找你计较呢，你现在居然妒忌我，故意踩脏我的鞋子，给我舔干净！我没有踩，你，我求求你了，不要在外面说我妈妈的事情好吗？我说大小姐这么讨厌沈瑶，原来是小三生的孽种啊！赵总身为豪门，被坏女人勾引犯错也是正常。看看咱大小姐，明明知道沈瑶的存在，还是这么大度，这就是豪门的气度啊！正好啊，这个贱人啊，在我的车店里上班，回头啊，我替大小姐啊，好好出出气。你聋了吗？念念在跟你说话呢。真的没有，我还敢撒谎。爸，回头把那个小三的医药费断了，让他死。好。不要停我妈的医药费，我填。门怎么锁上了？一定是他们担心药会被打扰，在里面落了锁。打不开就给我砸了！我现在就去找人。念念，鞋子已经干净了，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断了我妈的医药费。你在求我啊？那不给让我开心一下？沈瑶，你的衣服脏了，要不我大发慈悲的借你套衣服穿吧？该死，他们都该死！这来了没有？沈总，保安带的东西马上到了。念念，管他那么多干什么？他配穿这些衣服？这些衣服可是妈妈亲自挑选的，贵得很啊。妈，我不了，我回宿舍换。回什么宿舍？就在这里换呀！我衣服都给你准备好。再说了，你这一身奶油，要是弄脏了宿舍，那不是给保洁阿姨添麻烦吗？就是，上了这么久的班，一点都不知道为同事着想。他一个小三生的野种，你指望他会为别人考虑？就在这换，毕竟大家都想看看小三的女儿身材有多好呢。
是不是啊？是啊，你们太过分了！念念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要不是看你妈还有点用，你小时候就把你给掐死了。你要是敢不听念念的话，你妈的病就别想治了。厂长，多起来啊！这玩意儿一下就能破开门锁。你个遗嘱！你要是想让你妈被停了医药费，痛苦的死在医院里，就继续在这拖延时间。不要，我拖，我就在这拖。拖呀，还有呢。老婆，他怎么来了？张宇，你个狗养的！你和保姆生的私生女，还敢欺负我女儿！这谁啊？敢说老板娘是保姆，念念是保姆和赵总的私生女？我今天要让你们统统付出代价！这还用说啊？那肯定是沈瑶那个小三妈呀！小三妈到郑氏这边来闹事，可真是不要脸。瑶瑶，妈，瑶瑶，妈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妈，你病还没好，来这儿干什么呀？你快回医院，我在这儿没受委屈。傻孩子，妈都知道了，他们在骗你。妈根本就不需要医药费。什么？这件事情回头再说，你先处理伤口啊。妈，带瑶瑶处理伤口。是。妈，你在这儿。妈没事。有事的是他们。这不要脸的小三可真够嚣张的，还说要让我们有事。老板娘还在这儿，他就敢登堂入室，这不是等着老板娘让他有事儿吗？老东西，谁允许你参加我生日宴的？我爸不是让你好好的管理我家公司吗？你来这里捣乱，是觉得自己小三的身份很光荣？真是小三窝里生小三啊！不好意思，没人教你礼貌，那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你疯了！我现在此生都难保。你这个死小三，居然敢当着我爸妈的面打我！念念可是正明集团的小公主，你敢打她，赵总肯定不会放过你的。赵总让你打理公司，你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一条狗还敢当主人，一会儿有你哭的。爸，快帮我教训他呀！念念，这事儿就算了吧。爸，你说什么呢？你偏心向他。妈，这个小三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你快帮我教训他呀！要不我以后还怎么继承公司？怎么样大家都服我嘛？念念，别说。为什么不能说？他不就是我爸养的一条狗吗？这么多年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仗着我们家养他，现在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妈，你要是继续忍着他，将来小三上位被赶出家门的可就是我们了呀！我靠你养着，我小三上位，林夕，你干什么？我跟你说，我爸不管你，那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我可不会让着你。你少在这得寸进尺了。爸，你别嫌丢人，今天就让我们好好教训他。念念，别说。爸，你怎么这么怂呀？我和妈已经原谅你这么多年出轨的事情了，你到底在怕什么呀？这个小三要是不听话，就断了他的医药费，让他死啊！等我再熟悉一下工厂的业务，回头把公司交给我处理，我一定让正明集团走向国际。我让你闭嘴！爸，你打我！林夕，这件事我们回家再说，这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心虚了，怕我当众拆穿你啊？你这个贱人，别给脸不要脸！
爸那是不想家丑外扬。你今天再怎么闹，也改变不了你是小三的事实。你快别说了啊！妈，你是正室，你怕他干什么呀？快拿出你正式的威风来管教他了！够了，念念，妈有点不舒服，今天生日宴取消，跟妈回家啊！走，我不走，走啊，走，念念。喂，赵宇私自转移集团财产的证据已经送到了，是吧？好，我去拿。沈总，去吧，这儿我搞得定。我就是不走，这是我的生日宴会，这么多车间的同事都在这看着呢，凭什么要因为一个小三说取消就取消？妈，你和爸没有必要为了家里的荣誉这么委屈自己啊！是啊，这可是大小姐的生日，说取消就取消，大小姐多没面子。唉，说到底啊，还是老板娘太大度了。整个车间谁不知道沈瑶他妈就是个小三？这个贱人，马上给我道歉，要不然就断了你医药费。啊？道歉？你想我怎么道歉？我就知道你怕，那我就给你和你女儿一样的老规矩。你跪下，给我磕几个响头，我高兴了就饶了你。你平时就这么欺负我女儿的？当然，不过纠正你一下，那不叫欺负，叫教育。啊，教育？好，那我今天就好好教育教育你。你这个疯子，你真敢伤我！这可是我家场子，今天你别想走出这个门。来人，打一巴掌，我给你们发奖金；踢一脚，我给你们升职。升职加薪，太好了！老东西啊，敢欺负大小姐，今天你完蛋了！都给我打，别放过他！我说瑶瑶在工厂怎么受欺负，没人和我说呢。原来是你们这样不良的主管在这捣乱啊！你们不配在这里工作。配不配关你屁事儿啊！那个沈瑶，她就是个臭打工的，还得罪了大小姐。我不针对她，我针对谁呀？别废话了，等着挨揍吧你！住手！厂长，对老板不敬，你们该出了。厂长，你疯了吗？我这才帮大小姐出头啊！你开除我，你是在挑衅大小姐。你别忘了，你的工作是大小姐的爸妈赏赐的。怎么，你还想阻止我们给大小姐出头？你是不是不想干了？闭嘴！你们一群蠢货，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才是我们真正的老板，正明集团的董事长，我们赵总的原配夫人。啥人老板？不可能，他是原配，那我妈是什么？你妈是小三儿啊？误会，都是误会。何念念他妈是小三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她才是真正的老板娘？不，老板，厂长，都这么说肯定没错了。不会吧？我们欺负的竟然是大小姐。何念念，你跟我们说你的爸妈是这个厂的厂长，我们才一直帮着你欺负沈瑶的，你居然敢骗我们！你胡说，这绝对不可能！妈，你快跟他们解释啊，说他才是小三，他是低阶的下等人，而你是上等人呀！你妈不但是小三儿，还是你嘴里说的下等人我雇的保姆，而你一个保姆的女儿，竟敢冒充正明集团的大小姐欺负我女儿，谁给你的胆子？妈妈不是小三，那我……你是真正的正明集团的大小姐，是正明集团未来掌舵人，这厂子都是你的。我不是小三的女儿。你胡说，这绝对不可能！爸妈，你们快跟他们解释，我不是保姆的女儿，我不是私生女，对不对？
我说让你闭嘴，你自己非要说的，这都是你咎由自取。老婆，这都是误会，我可以给你解释。老婆，赵总都承认了，难道何念念真的是私生女啊？完了，何念念居然是保姆的私生女，我们竟然帮着她欺负董事长的千金，贱人，你坑死我了！不是的，我不是私生女，你看我身上穿的都是几十万的高定。沈瑶这个贱人，穿的从来都是工作服。谁是私生女？你们看不出来吗？你还有脸提高定礼服？这些年我忙于工作，没时间照顾瑶瑶，却给了你们欺负她的机会。我忘了，我今天得告诉你个坏消息，你这身高定礼服是假的。不可能，我身上这个高定是真的，是我自己特意定制的。那你不妨看一下你衣服上的标签是什么牌子？正品的香奈儿是 CHANEL， 这怎么是 CHMEL？ 这高仿的也太假了吧！我们都被何念念给骗了。我没有骗你们，你这个贱人！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正版衣服换成高仿的了？我这些衣服可都是我爸爸送给我的。你爸送给你的？他一个上门女婿，哪有钱给你买衣服？上门女婿？上门女婿？爸，你是上门女婿？难怪何念念不姓赵，原来赵总就是个吃软饭的。难怪怕被原配夫人知道有个私生女呢。这个小三，少在这胡说八道！那你可以去查，正明集团的法人姓沈，是我沈云溪。这个产业是我爸留下来的，他赵宇不过是我招的上门女婿罢了，他何林不过是我看他可怜，好心雇的保姆罢了。我不信！爸妈，你快跟他们解释啊！他们在诋毁你啊！闭嘴！要不是你瞎嚷嚷，哪会有这么多事？老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求你了，回家好不好？家中不可外扬啊！有什么不能外扬的？我今天就要郑重其事地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沈瑶是我唯一的女儿，正民集团的大小姐，将来也是正民集团唯一的继承人。至于她何念念，不过是我当年被人算计、好心资助的一名贫困生罢了。只不过没想到，我的好心换来的是引狼入室。我不是贫困生，我不是。瑶，你快跟大家解释，说你妈才是小三，你才是小三的女儿，你快说呀！不要闭嘴！这一巴掌打的是你这些年对我妈的污蔑，这一巴掌打的是你这些年对我的欺辱，这一巴掌打的是你们的忘恩负义。不是的，我不是小三生的，我不是，大家别信他，他在骗你们呀！我有没有骗人？大家看一下这个就知道了。老公，念念可一直想要当正明工厂的厂长呢，你什么时候才能弄死沈云溪啊？我可不想再当小三了。宝贝，别急啊，等沈云溪给咱们再多赚一点钱，我就制造一个意外，让他们母女俩通通消失。现在，你说你是不是小三生的？原来我才是小三的女儿，原来我才是那个可笑的人。我没看错的话，这枚手镯是1年前我送给瑶瑶的生日礼物，价值200万的和田玉手镯，现在却被你抢了。按估值
你至少应该足足可以在牢里待10年。我坐牢，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妈，你救救我，我不要坐牢了！太太，都是我鬼迷心窍，才会酿成大错。你就看在我这么多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照顾你们的份上，饶了我女儿吧。照顾？你照顾谁了？爬上他赵宇的床也叫照顾了？这手镯已经被他带脏了，想让我不告你们也可以啊，赔我200万，我就不告你们，就不让何念念坐牢了。沈云溪，这么多年，我在正明集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为了区区200万，就舍得毁掉念念一辈子吗？赵总的功劳指的是转移集团财产吧？你血口喷人！沈总，这是赵宇转移集团财产和这些年挪用公司财产为何玲母女购置房产和车子的费用，总计2000万。转移的财产我们已经追回，购置的房产已经派律师起诉了。给他看看吧。赵总，请查阅。完了，全完了。老婆，我是无辜的，都是这个贱人，他勾引我，我才会做那么多违心事。赵宇，你这个王八蛋！我跟你青梅竹马，你说我会爱我一辈子，我跟了你27年，谁知道还是当了你的小三，给你生下念念。你倒好，现在把脏水泼到我身上，你就是个王八蛋！闭嘴！最爱的永远都只有云溪一个人，不然我怎么可能一直没有离婚群你啊？离婚？你敢吗？你离开我，你个上门女婿还算个什么东西啊？你个赵宇，到现在了，你还在给我洗脑，你就是个渣男！渣男！起草离婚协议，让赵宇净身出户，追责他转移资产的法律责任。是。老婆，求求你原谅我吧，我保证从今往后永远都只爱你一个人。跟这对贱人母女一刀两断。爸，闭嘴！你还有脸叫我爸？要不是你们两个贱人死缠着我，我怎么会做那么多违心事？我要让你跟我老婆磕头认错。赵宇，你放开我女儿！放开我女儿，赵宇！沈总，这怎么办？狗咬狗罢了，让赵宇签离婚协议，在场的但凡欺负过瑶瑶的，一个都别放过。瑶瑶，咱们去医院处理一下伤口，免得留疤了。老婆，你就原谅我吧，我真的知道错了。操！老子被你们一家3口害死了，可害得老子没工作，老子弄死你！沈总，小姐都是皮外伤，没有大碍，只是身子虚弱，需要长期调理。我给她开些药就好了。那就好。妈，咱们家厂子真是你开的呀？傻孩子，你现在还在怀疑妈呢？妈，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从小到大都被爸和何阿姨洗脑，说你是小三儿，盛明集团是爸的，都是妈的错。你从小到大，妈都在忙工作，也没带过。乖女儿，从今往后，你就是正明集团唯一的继承人，盛家唯一的大小姐。妈，把你宠上天。进。沈总。瑶瑶，你先歇会儿，妈出去一下。沈总，礼堂里参与欺负大小姐的员工都已经被开除了，没有参与欺负大小姐的，也都让他们闭嘴了，不得泄露大小姐的身份。这是赵宇签的离婚协议，
他同意挣钱出户，但是他要求咱们不再追责他们3人。当时我给您打电话没有打通，所以我就同意他的要求了。这样也可以，打了一户官司，难免会有变数。他们等着，慢慢算。神怎么说了？让你们即刻滚出沈家！如果再敢出现，就让你们把牢底坐穿！何莲，你也有今天！哼，真是苍天有眼呀！你们，爸，我们就这么被扫地出门了？阿宇，沈云溪这可是卸磨杀驴啊！他当初找你，就是为了给他肚子里面孩子找个爹。现在用完了你，就把你脚给踹了，这口气你可不能忍。沈云溪这个贱人，靠着跟我结婚，接手正明集团，成为人人羡慕的江城首富后，竟一脚把我给踢开，不可能！欢迎大小姐回家。瑶瑶啊，以后你就是这个家真正的小主人了，妈保证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妈，你对我真好。傻孩子，妈就你一个闺女，不对你好对谁好啊？沈总，赵宇之前负责在海外市场，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的，合作商们怨声载道，要求您亲自出面给个交代。妈，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的，你赶紧去工作吧。我们瑶瑶长大了，妈很快就回来啊。哦，对了，你从小一起长到大的青梅竹马林景年回国了，你小的时候还救过他呢。他要去咱家厂里实习的，到时候就有人照顾你了。妈，你就别操心我了，你赶紧去工作，去工作。好，好，好。这场珠宝设计大赛的作品，我一定要获奖，成为妈妈的骄傲。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看着我呀？妈妈不是应该让礼堂的人都保密我的身份了吗？他们应该不知道我是谁啊。原来还真是个没爹养的野种。工厂里都传疯了，说他妈结婚前给人当小三，怀了他这个野种。现在被他爸知道了，要跟他妈离婚了。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跟他妈一样，早晚是个做小三的命。说谁是小三呢？不知道不要乱说。没有乱说。何念念，你不是被开除了吗？怎么又来工厂了？那些谣言是你传播的。纪年哥哥，你看沈瑶又在欺负我了。纪年哥哥，你是林景年？纪年哥哥也是你能叫的。纪年哥哥，你可一定要帮我出气啊！当然，你是我救命恩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沈瑶，你别以为有沈阿姨为你撑腰就可以随便欺负念念。我命令你，马上给念念道歉。林景年，何念念什么时候救过你的命？都15年前的事了。说了你也不知道。15年前。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怎么了？怎么了？小哥哥，醒醒！小哥哥，我这就是去找大人带你去医院。这狗东西干嘛？是你救我了我啊？是我。你说何念念救过你的命？对呀，听你这语气，你是在质疑什么？我当然质疑，因为15年前救你命的人是我。纪年哥哥，你看沈瑶从小就喜欢跟我抢东西，现在连救过你的命，他都要跟我抢。沈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障眼法，让沈阿姨把念念赶出了家门。但你记住，念念才是正明集团唯一的大小姐，也是我救命恩人，我不允许你欺负她。你说何念念是正明集团的大小姐，你问问她，她敢承认吗？闭嘴！你一个被沈阿姨资助的贫困生，你有什么资格质疑念念？我是贫困生。纪年哥哥，沈瑶就是太自卑了，所以才经常欺负我。纪年哥哥，你为我这么生气，念念真的好伤心。何念念，你竟然敢颠倒我们两个人身份，冒充妈妈的女儿！你信不信我现在叫厂长过来，告诉林景年真相？你少在这吓唬念念了，咱念念不吃你这一套。你尽管去把你们厂长叫过来，我看到时候你怎么收场。好。纪年哥哥，今天可是厂里1年1度的珠宝设计大赛，我也参加了，你跟我一起去吧，一起去见证我的荣耀。好。沈瑶，看在念念为你求情的面上，
我今儿不跟你计较，以后眼睛瞪大，再敢欺负念念，要你好看。这个李景然也是真的瞎。也不知道瑶瑶在厂里怎么样了，她要隐藏身份，会不会被人欺负啊？沈总，当年您中药怀小姐那晚的事儿，我查出线索了。什么线索？当年那晚给您下药的人，正是赵宇。这个混蛋，竟然藏那么久！当初一定是想要下药算计我，结果被我阴差阳错走错了房间。难怪我家里逼婚照上门女婿，他立刻就报名。沈总，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线索。之前我查这件事一直没有线索，很有可能就是赵宇从中做梗阻拦了。但是最近又有人高价悬赏调查这件事，这些线索才又露了出来。还有人在查，找到这个人，说不定他就是瑶瑶的爸爸。来的人还挺多。瑶瑶，我听说昨天礼堂出事了，你要不辞职吧？何念念是老板女儿，你斗不过她的。没事儿，解决了，以后她不会再欺负我了。解决了，表姐你现在牛逼啊！当然。对了，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不会怪我吧？当然，证明工厂只有你愿意跟我交朋友，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不是一直都做珠宝做的特别好看吗？我呢就擅自复制了一份你的作品发给组委会了，帮你报名参加了这次的国际珠宝大赛。国际珠宝大赛？我能行吗？你当然能行啦！你一直赚钱，不就是为了给你妈妈赚医药费吗？那你现在得了奖的话，又可以获得钱，然后还可以有很多公司邀请你工作，简直太好了！娇娇，你真好。好个屁！穷逼之间就只剩互相安慰了吧？我们家念念都会说穷逼呢，真接地气啊！秀恩爱死早啊！各位同事，欢迎参加正明工厂2025年度员工珠宝设计大赛。本次大赛得到正明集团全球战略合作伙伴苏氏集团高度重视，全球著名珠宝设计师苏家大小姐苏慕容亲临现场评分。本次大赛第1名将得到苏氏珠宝亲自推广，畅销全球。好，珠宝展示现在开始。现在请欣赏第1件作品《星月相依》。这件作品的作者是温娇娇，她的设计理念是和最喜欢的人像星星月亮一样遥遥相望，交交相盼。评审8分。娇娇，是你的作品，8分，8分，8分！瑶瑶，我肯定可以得奖，我把奖金给你平分。区区8分，有什么好得意的？垃圾！就是，谁不知道念念才是正明工厂的天才设计师？等她的作品展示了，你们的作品都是垃圾。别理她，狗咬人，难道你还咬回去啊？你说什么呢？安静。第2件作品是来自正明工厂天才设计师何念念的作品。哇，这么好看！这件作品名为《蝶恋花》，寓意着一场美好的邂逅。花朵缭绕，蝴蝶灵动，的确是构思巧妙啊！这个何念念是我们工厂的天才设计师，入职后很多作品被国内知名品牌看中，未来可期啊！的确很巧妙，是个有灵性的设计师，我个人也很喜欢。苏大小姐可是全球知名设计师，眼光超好，自然都会喜欢这件作品。能被苏家大小姐认可，念念以后前途无量啊！念念，你真棒，被苏大小姐喜欢上你的作品，你以后要一飞冲天了。都是景年哥哥鼓励我，我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瑶瑶，这明明是你的作品啊，何念念怎么好意思说自己的作品啊？这个作品真的很好看，我会喜欢。拿来。
念念，这是我参加设计工厂大赛的作品。一个小三的女儿，就算获奖了，又有谁会买这作品？要么你把它给我，要么断了你妈医药费。何念念，你太过分了！你还想不想干了？没事，一会儿有他打脸的时候。9分，全部是9分。9分是正明工厂成立以来场内设计大赛最高的分数。我想这次比赛的冠军花落谁家，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吧？主管，比赛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念念是当之无愧的1等奖。是啊，每次比赛念念都是1等奖，毫无悬念，这还有什么可比的呀？怎么没有悬念了？接下来还有很多作品没有展出呢，谁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更好的作品？比赛要公平公正，你们觉得接下来的这件作品可以媲美《蝶恋花》，这也让我很期待。好，那我们就来揭开这件名为《掌上明珠》的作品。爸，没有回来了。您又在看咱们家祖传的宝石挂坠啊？这块吊坠呢，本来是一对的，只可惜12年前丢了一块。是跟那个神秘女人邂逅一夜时丢的吗？爸，那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呀？能让你在那之后念念不忘？为了不结婚，甚至不惜收养我和陈哥，也要找到她？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我得到消息，她已经在海城出现了。你这次去海城，帮爸爸留意一下这个拥有这块宝石的女人，一旦发现，立刻告诉我。好。她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苏家的一切都会是她的。这块宝石怎么会出现在这儿？难道这个女孩是当年和爸一夜情的女人生的孩子？不行，苏家的一切都是我的，我绝不能让这个孽种夺走。呀，太美了！这简直是我见过最美的珠宝，这到底是谁设计的呀？怎么回事？是谁设计出来这么漂亮的珠宝，抢我风头？这件作品是哪位的呀？沈瑶，这件作品的作者是沈瑶。不可能，这件作品不可能是沈瑶的作品。怎么不可能？当时瑶瑶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全程在旁边看着呢，就是她设计的。你们说这件作品不是沈瑶的，有什么证据吗？以前沈瑶只是跟在何念念身后当打样工，谁见过她有拿得出手的设计？难道这个设计是沈瑶偷念念的？你们猜对了，这件掌上明珠正是我前几日丢的作品。剽窃作品是设计师之耻，会被全行业封杀。何念念，你现在指控沈瑶，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当真付得起。我指认沈瑶盗窃了我的作品。你胡说！明明是你一直在霸占瑶瑶的作品，现在你还反过来诬陷瑶瑶剽窃。何念念，你也太不要脸了吧！你放屁！你说我抢，你有证据吗？证据吗？我有，我可以证明这件作品是我的原创设计，包括何念念的蝶恋花，还有她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是我的设计。他们两个都说掌上明珠是自己设计的，到底他们俩谁才是那个女人的孩子？沈瑶，你都抢了念念多少东西了呀？连她爸妈都抢走了，现在还要抢她作品，你咋这么恶毒？你问问何念念，到底是我抢她的，还是她痴心妄想，想要夺走我所有的一切？沈瑶这话什么意思啊？她有什么值得老板女儿何念念霸占的？对呀，凡事都要讲证据，你拿不出证据，就是在胡说。何念念，这是你入场2年，参加所有作品的设计手稿。既然你说设计是你的，你可有原创手稿？你连作品都抢了，设计稿也是顺手抢的吧？今年哥哥，我原本不想给沈瑶的，可是他说我不给他，他就会杀了我。你还敢威胁念念你？好，手稿可以是抢的。这件作品背面有个 SY 的签名 ，SY 是我名字缩写。的确有这个标志，这真是沈瑶的作品。瑶，你敢留下漏洞来害我？
念念，蝶恋花针是沈瑶设计的？不是的，那个标记是我的母亲沈云溪的缩写。因为雕刻成本太高，所以我就只刻了前2个字母。沈阿姨名字前2个字，缩写确实是 SY 啊。不用看了。这蝶恋花就是沈瑶设计的。厂长，你怎么证明这件作品是沈瑶的？这是沈瑶入职以来做的所有的设计稿，每张上面都标志着 SY 的字母。一样的标记，看来真的是何念念剽窃了沈瑶的作品，还倒打一耙。难道何念念整天欺负沈瑶，是怕沈瑶把秘密说出去？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也是。闭嘴！我没有。沈瑶是我妈妈的养女，这么多年一直霸占我的身份，抢我的东西。我一直生活在被她欺压的日子里。她能拿到我的手稿，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那厂长为什么帮他说话呀？为什么？大家都是女人，这还用我说吗？啊，这太早了。我证明，沈瑶为了排挤念念，甚至连念念对我的救命之恩都能抢走，她还有什么做不出的？好一个颠倒黑白啊！那工位的监控视频呢？我这有沈瑶在办公室绘制手稿的视频，大家看看吧。看来这2个作品都是沈瑶的，何念念在撒谎啊！沈瑶真的是那个女人的孩子。瑶瑶，你成功了！娇娇，我能成功，也多亏了你一直在帮我。不，你们别信他，都是我设计的，真的都是我设计的呀！何念念，昨天的事我还没来得及通知全场开除你，你竟然还敢在这里颠倒黑白！诸位，我现在宣布，何念念她欺负同事、剽窃同事的劳动成果，现在被正名工厂开除。厂长1秒，厂长10遍。子年哥哥，我之前救过你，你得帮我呀！放心，念念，姓张的，你不过就是个厂长而已。开除人可是要证明人事部门审核的。你以为你是老板就能随便一句话开除念念吗？林公子，你刚从国外回来，你还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没资格开除念念。那我呢？那我呢？太好了，沈阿姨来了。沈瑶，就算你在背后搬弄是非，让沈阿姨误会了念念，可他们毕竟是亲生母女。我不信她会为了你这个养女，委屈自己的亲生女。沈云溪怎么了？沈阿姨，你可算来了。你是林家的私生子林景年？我是。妈，瑶瑶，没事吧？我没事儿。沈总怎么对沈瑶这么好啊？我沈云溪就沈瑶一个女儿，我不对她好，对谁好啊？沈总就沈瑶一个女儿，这怎么回事啊，念念？哎，念念，念念，你去哪儿？念念，念念，念念，你才是沈阿姨的亲生女儿呀！可为什么沈阿姨会说只有沈瑶一个女儿？子年哥哥，我也不知道沈瑶用了什么手段蛊惑我妈妈，我妈妈现在什么都听她的，要不然她也不会把我赶出家门。我不会让她这么欺负你的。就凭你们2个，能对付得了谁呀？苏小姐，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替何小姐打抱不平而已。我这里有一个对付沈瑶的办法，不知道2位有没有兴趣听一下？有，当然有。苏家可是上京豪门，真正的大甲方。
如果苏明不支持，就算沈西也给捏着鼻子让我是他的女儿。到时候沈家的一切还不都是我的？谢谢苏小姐，您可真是个大好人。借这2个宠魄的手，除掉沈瑶和沈云溪，就再也没人跟我争苏家的财产。张厂长，我女儿瑶瑶一直在工厂受委屈，我对你这工作能力很质疑啊。沈总，是我失误，但我刚刚接到国际珠宝大赛的电话，所以迟到了比赛现场。不过我已经把何念念给开除了，我这就把这2个黑白不分、诽谤污蔑同事的败类给开了。开除？别开除我！沈总，别开除我！我爸妈要是知道我在工厂里得罪了您，被您开除了，他们会打死我的。沈总，我爸妈都生病了，我需要这份工作。沈瑶，同事一场，你帮我求求情吧。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做错了事情就要付出代价。你们这种见风使舵、欺负同事的人，就不配在这里上班，滚出去！来，把他俩给我带出去！这是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知道错了。我现在宣布，证明珠宝设计大赛的1等奖是沈瑶。我就说你是最棒的。我还有一件更大的喜讯，刚刚接到国际珠宝评审团的通知，瑶瑶的掌上明珠进入了决赛。瑶瑶，我就说你能行，一定行。妈，之前那个项链断了，我这次获奖的作品就是我特意给你制作的新的项链，镶嵌之前那颗宝石，掌上明珠。我们瑶瑶真厉害，妈以你为傲。原来沈瑶才是沈总的亲生女儿啊！有钱人都这么低调的呀？看看。凭什么女人不结婚不生孩子就没有继承权？什么年代了，还在那儿翻老黄历？没酒了，上酒！哎，好。小姐，你的酒。倒上。再倒。小姐，小姐，喝多了，我送你回康房休息。糟了，放开忘记带了。好热。开门，开门，本小姐要睡觉。开门！帅哥，哪儿来的拜金女？滚！我有钱，不拜金。喝酒误事啊！喂，爸，妈回海城了，结婚的事儿还会考虑的。后来我为了继承家业，才找了赵宇这个上门女婿。这也是为了让瑶瑶重获父爱，我一定要找到那个男人。瑶瑶，咱家工厂那边你该学的都学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出国玩一趟？不要，妈，我想进集团上班，了解一下公司的运营。你呀，真是个工作狂。我多工作点，妈妈岂不是轻松一点？
好，好，好，那就把你派到分公司去实习。妈妈对我最好了。老爷少爷。慕容他走了多久了？3天了。慕容他是知名的珠宝设计师，珠宝界的事他不可能不知道，这块宝石他也不可能不认识。爸，你的意思是说，慕容故意瞒着你？你和慕容都是我收养的孩子，我相信他一定有不告诉我的理由。这样，你去趟海城，帮我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是。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林景年，不要命了！我有事找你。不是，林景年，你不去舔何念念，找我干什么？有屁快放，不要影响上班。要不是为了帮念念把你赶出沈家，我才不会跟你说一句话。景年哥哥，沈瑶每次出门都会路过这条道去地铁站，一会儿呢，你就去把他骗到会所里灌醉他。我找几个男模，我妈妈看到照片以后一定会非常生气，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行，沈瑶，按理说咱也算青梅竹马了，你说是吧？他笑得这么贱兮兮的，肯定没安好心。我去证明工厂上班的时候，我爸妈特意叮嘱我要照顾好你。瑶瑶，之前的事都是误会，我请你去喝酒，就当跟你赔罪了，好不好？走。哎，你到底想干什么？瑶瑶，我这不是让你闭嘴！你离我远点啊！我告诉你，我恐狗。沈瑶，你有什么可生气的啊？不就是个养女假千金吗？真把自己当饭菜。林景年应该还不知道我才是沈家的千金，他这么理解，看来又是何念念在捣鬼了。喂，念念，你去分公司那边入职办得怎样了？大小姐，您能来我们正明分公司是我们的荣幸。就是，早就听闻沈总把大小姐捧在手心里，没想到大小姐不直接空降当总经理，却来咱们分公司实习，真是有钱又低调的白富美啊！我就猜分公司没有人知道我身份被揭穿的事，看来能在这儿好好拼点钱了。大小姐，您的职位是业务部总监，您看您喜欢哪间办公室，随便挑。就那间。好。喂，景年哥哥。喂，念念，你去分公司那边入职办得怎样了？都办好了，已经在上班了。沈瑶她不跟我去会所，还把我臭骂了。跟上。刘姐，这大小姐的脾气也太大了吧？人家可是海城首富的女儿，有点脾气多正常。我可提醒你们啊，都给我好好伺候着。要是大小姐不高兴，咱们都得玩完。是啊。这个贱人什么时候变聪明了？景年哥哥，既然他不上当，那我们就不讲情面了。请问这里是正明集团的运营部吗？我怎么听到沈瑶的声音了？景年哥哥，那就这么定了。沈瑶，既然断了我们全家发财的路，就别怪我心狠了。你好，实习生是在这里报道吗？哎，你说大小姐来咱们公司，要是待得高兴，沈总会不会给我们涨工资啊？天哪，那我们可得把大小姐伺候好了。大小姐，他们在说我。新来的？哦，是的，我是沈瑶，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先把咖啡给运营总监送过去。内监，小心点，得罪大小姐马上开除。哦，是的，总监。哪来的大小姐？这么大的头！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你眼睛瞎了吗？又在我心里买了杯，你赔得起吗？何念念，沈瑶，
沈瑶怎么来这儿了？沈阳，你怎么做事的？大小姐的衣服都是高定，弄脏了你赔得起吗？刚来就闯祸，我看你是不是想干了？赶紧给大小姐道歉！你们是说她是大小姐？分公司的钱还没有骗到，不能让沈阳拆穿我的身份。我不是大小姐，难道你是？何念念，你还真是冒充我上瘾啊！怎么跟大小姐说话呢？还大小姐冒充你，你也不看看你这一身穷酸样，也能跟大小姐比呀？就是，就你这一身廉价的地摊货，都没大小姐一条的一根线头值钱。赶紧给大小姐道歉，不然大小姐一句话就能让你在海城连要饭都没地儿要。让我给一个衣服穿仿版，身份也是仿版的冒牌货道歉，不可能。仿版？咱正明集团大小姐怎么可能穿仿版衣服啊？因为正版她买不起啊。你们别听她胡说，她之前跟我是同事，她妈妈未婚先孕，是个没地的野种。之前我在正明工厂熟悉流产线的时候，她就嫉妒我，处处跟我作对，名声早就烂透了。何念念，你这个撒谎还真是够来要之识啊！原来就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啊！天生穷命，你再嫉妒也嫉妒不来大小姐的福气啊！沈阳，你再敢对大小姐不敬，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大小姐，大小姐会穿衣服连线头都没有收好的仿版。大小姐的高定好像真的没收好。就是你们别听他胡说，这线头是我刚才在办公室被钉子勾坏的。总监的办公室是有点旧了，上次我的衣服也被刮破过。大小姐，要不你跟沈总商量一下，咱们申请笔经费换一下。我妈这么忙，哪有时间？忙吗？我怎么不觉得？喂，妈，我到分公司啦。妈，你在公司忙不忙啊？不忙，什么事都没有我的宝贝女儿重要。在新公司有什么事吗？有委屈一定要和妈讲啊，我找分公司总经理处理啊。要是和我妈说何念念在这搞鬼，她肯定会担心我。妈，我是来公司实习的，吃点苦也正常。那我先挂啦。这个声音好像……听他的口气，好像咱们总经理都得听他的。不会沈瑶才是大小姐吧？对呀，而且她正好姓沈，咱们正明集团董事长也姓沈。哎呀，你们说什么呢？我是说，这个声音好像是提前录制好的，就是为了方便他在我面前冒充大小姐。原来是这样，居然还为了骗我们提前录好音，你真是太可恶了！你们是正明集团的分公司，没去过总部，没听我妈的声音也很正常。沈瑶，你还有完没完？你是来工作的，跟工作无关的事情少在这里提。算了，只要何念念不影响公司，就随她去吧。闹大了，妈妈又要不放心我在基层实习了。总监，我的工位在哪？哼，一个新来的实习生要什么工位啊？先去给大家订午饭。我订饭。大小姐，沈瑶都把你衣服弄脏了，你就这么放过她了？怕什么？猫抓老鼠，慢慢玩才有意思。是，反正她在咱们部门工作，不怕没时间教训她。大小姐，今天你刚入职，咱们晚上去庆祝一下好不好？大小姐这样的身份，肯定是要去液晶会所庆祝啊！液晶？那可是要一晚上打底消费100多万的高档会所啊！真的吗？我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么高档的会所。大小姐，你就给我们个机会嘛，让我们去看看有钱的世界啊！这有什么难的？晚上我请你们便是。嘘，
孩子套不着牢，我一定要尽快掏空运营分公司脱身。我才是大小姐呢。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妈，谁不管闲事啊？差点撞上沈瑶了。梁晨，他们怎么来海城了？苏小姐，你认识他？不认识。梁晨来了，我得尽快除掉沈瑶，绝不能让他发现沈瑶的真实身份。你们又失败了。苏小姐，我不想听废物的借口。何念念，明几年又失败了，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再不除掉沈瑶，咱们之前谈好的合作取消。苏小姐，你放心，我很快就能除掉沈瑶那个贱人。得赶紧除掉沈瑶，要不然为了苏家保姆，沈云熙还不给弄死我？你没事吧？没事。谢谢你啊。接受啥？为什么我会觉得车里有熟人？那没事，我先走了啊。沈瑶，海城首富，正明集团沈云熙的女儿，她会是我爸的亲生女儿吧？安排飞机，送我回去，我要做 DNA 亲子鉴定。林几年怎么还不来接我？我总不能打车过去吧？大小姐，咱们怎么去啊？你们先去，我回家换身衣服就过去。大家先出发吧。天啊，这可是千万级别的豪车啊！怎么会停在我们公司门口？当然是来接大小姐的。咱们公司除了大小姐，还有谁有资格坐这么好的车啊？难道是几年哥哥的车？这个车怎么看着像老妈的呀？喂，妈。喂，瑶瑶，你下班了吧？我看外面起风了，怕你着凉，专门派了辆车过去接你。原来是你派的车，我说这个车怎么这么眼熟呢？不用，妈，我自己骑个单车回去就好了。那怎么能行？以后这辆车就专门给你用了，不许再骑单车了啊！你可是海城集团的商业之星，正明集团的大小姐，出行总得有点档次的。好，谢谢妈妈。我都跟我妈妈说了，我是来上班的，不是来享福的，不用派车接我。可是我妈妈太宠我了，没有办法。哎呦，沈总真宠大小姐，母女情深，真让人羡慕啊！就是，咱们大小姐从小被捧在手心长大，是天之娇女。那当然啦，谁让我命好呢？大小姐，怎么自己家车上不去了？大小姐，你家司机也太不懂事了吧？怎么还不给你开车门？这种不听话的下人就该直接开除。我回头就把他开除了，另换一个司机。景年哥哥，开门啊！何念念，你确定这是你的车？不是我家车，那不就是你家车？大小姐，你也太抬举沈瑶了。就她这么一个穷鬼，卖了她全家都买不起这车的一个轮胎。沈瑶，大小姐的事也是你能质疑的。大小姐，既然下人不懂事，我帮你教训他。开门！大小姐站这儿，你眼瞎看不到啊！大小姐，这什么情况啊？下车！本小姐命令你立刻从车上滚下来！你聋了吗？沈瑶，你干什么？我教训我家司机关你什么事？你确定这是你的司机？大小姐，请上车。
大小姐，他怎么上你的车啊？沈瑶，这个车是来接我的，你有什么资格坐？何念念，你还真是谎撒多了，自己都信了。沈瑶，这是大小姐的专属座驾，也是你也能坐的。沈瑶，你今天屡次冒犯大小姐，真当大小姐不会开除你吗？大小姐，你别生气，这车就是来接您的。今天我们在，沈瑶别想抢你的座驾。白痴！告诉他们，你是来接谁的？我是来接您的，大小姐。沈瑶不是一个没爹的穷鬼吗？他们家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好的车？大小姐，这怎么回事啊？他当然是个没有爹的穷鬼，不过是仗着我的母亲可怜他，他什么都要跟我抢。没想到今天居然连我的司机和我的车都要抢。大小姐，你太善良了。沈瑶这样不知尊卑的人可不能惯着呀。就是像他这样的下等人，有什么资格坐你的车？我真希望到时候你们得知真相的时候，千万不要后悔。哎，你出来！大家都有同事，就这样吧。要不你们先去夜间，我回去换身衣服就过去。好。刘姐，我怎么感觉沈瑶更像大小姐啊？怎么可能？我可是接到咱们集团总部赵宇总的电话，让我们接待念念大小姐，错不了的。怎么可能？我可是接到咱们集团总部赵宇总的电话，让我们接待念念大小姐，错不了的。烦死了！有屁快放！沈瑶，你什么态度啊？你以前……现在你是狗，而我是你高攀不起的大小姐。你想不想知道你的亲生父亲是谁？你说什么？亲生父亲？你知道什么？你快告诉我！只要你今天晚上也去夜间参加聚会了，我就告诉你。你先告诉我，我再去。看来你不想知道啊，那我就挂了。不，我去。都是林家的儿子，就因为我是私生子，连样像样的车都不给我配。我现在多帮帮何念念，到时候攀上沈家，还能攀上苏家，我看林家以后还有谁敢瞧不起我？沈总，这些都是今年 LV 最新的定制款。不错，瑶瑶会喜欢的，都送到瑶瑶房间吧。这一转眼啊，瑶瑶都成大孩子了。哎，那件事情有线索吗？有，但是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上京苏家。苏家，证明重要合作方苏家，难道瑶瑶的亲生父亲是苏家旁系？我查了很多的线索。苏家年纪相仿的男子只有苏家的家主苏怀安。苏怀安，爸，太好了，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爸，这是沈瑶和她母亲沈云溪的所有资料。个赵宇竟然敢欺负我女儿，陷害我老婆！你赶紧去海城保护云溪和瑶瑶，我随后就到。是。大小姐，我可是第一次到这么豪华的地方消费啊，吃
这可都是沾了你的光啊！让我们一起敬大小姐一杯。敬大小姐，干杯！你们先玩，我去趟洗手间。念念，爸已经买通了服务员，把加了药的酒给沈瑶送过去了。一会儿等沈阳的药效发作，我把他跟男人苟且的视频拍下，他就任由我摆布。念念，咱们能不能富贵一辈子，就看这次。放心吧，妈，沈瑶是沈云熙的命根子，只要把沈瑶控制住，沈云熙就任由我摆布。你们呢，赶紧去筹钱吧，几冷包间的消费还等着你们解决。 100多万，行了，阿宇，等今晚咱们就好好宰沈云熙一批，别说100万，就是1亿咱们也拿得出来。对，行，我先去刷个脸，跟燕京主管赊个账。走。没想到我和念念居然有输这样的一天。哥哥，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给沈阳找的小混混都找好了吗？对了，就是要私生活比较乱、有脏病的那种，念念，他们一张口就要10万块呀！10万？要不你先垫上？我银行卡限额了，现在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可是不给钱，他们就不办事儿啊。 要不景年哥哥你来吧？念念，你疯了！这是犯罪呀！景年哥哥，我也不想啊，可是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我妈知道是我干的，要不然她更牵到沈瑶那一边了。行，我为了你，因为你愿意牺牲一下。不过事成之后，念念你可不能嫌我脏啊！怎么会呢，景年哥哥，你就放心吧，我只爱你一个人。 等我回头接掌了正明集团，我就帮你继承林氏。好，有你这句话，我为你赴汤蹈火。怎么样，玩得开心吗？开心啊！今天真是开了眼了。大小姐，您太破费了。听服务生说，这瓶酒要100多万呢。100多万？是啊。 100多万的酒就是不一样，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这么奢靡啊！就是，我们可得好好感谢我们念念大小姐，让我们这么有口福。 100多万，谁允许你们点这么贵的酒的？大小姐，这不是你给我们点的吗？沈瑶。 是不是你故意点的？不是你说的吗？今晚你请客，吃什么喝什么，我们随便点。妈，夜间的老板你认识吗？认识啊，他那个会所我还投了钱呢。那你帮老板给112号房送瓶好酒，100万以上的。瑶瑶，你去喝酒了？那种地方鱼龙混杂，你千万不要喝别人的酒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放心吧，妈，我不会喝的。再说了，区100万的酒，我们念念大小姐不会买不起吧？沈阳，你胡说什么呢？咱们大小姐可是正明集团的继承人，老板的女儿，怎么可能连这区100万的酒都买不起？就是，这区100万的酒，在大小姐看来跟矿泉水一样，哪有买不起的道理？对呀，对什么对？ 又多了100多万的债，沈瑶，这个账我晚点和你算。大小姐，我说错什么了吗？没什么，你们继续玩吧。还玩呢？何念念，你不怕一会儿付不起账？区100万而已，我还嫌这酒太便宜了呢。就是，药效还没发作，难道是他酒喝少了？没事。 大家尽管喝，我管够。不过有些人好像不喝我的酒。
沈瑶，我们大家都在喝酒，你怎么喝饮料啊？就是，狗肚子里装不了2两香油，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喝，天生穷。大家都是同事，喝了这杯酒，我就原谅你不给我面子的事。喝啊，喝呀，喝呀！喝！大小姐这是给你面子，你别给脸不要脸啊！就是，以后大家都是同事。沈瑶还不赶紧喝了大小姐的酒？谁知道你这酒干不干净？你胡说什么？我得骗沈瑶喝下这杯酒。瑶瑶，以前都是我不好，你就别跟我计较了。那先干为敬，给你道歉。大小姐怎么跟沈瑶这个穷鬼道歉啊？还是咱们大小姐有度量。沈瑶，你要是再不给面子，可就是你不识好歹了。沈瑶，咱们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你该不会不给大小姐这个面子吧？这酒他都喝了，应该没问题。好，这杯酒我喝了，以后你就不要再纠缠我了。我等你今天晚上的答案。大家继续喝，继续玩，来，喝酒，喝酒，干杯，干杯！沈瑶，你防着我又有什么用？我给你下的药可是抹在杯沿上。金天哥哥，就是这个方向啊！这沈瑶怎么这么重啊？金天哥哥，抓紧吧，苏小姐那边还等着咱们的视频呢。哎，对了，你戴上这个就认不出来是你，记得要全程录像哦。还是念念你想的周到啊。那我就不打扰金天哥哥了。爸妈去哪了？怎么不接电话？该结账了呀！哎呀，都10点多了，瑶瑶怎么还没回来？小乔，沈总，瑶瑶回来了吗？没有。哦，司机说等公司聚会结束之后会送小姐回来。我这感觉心神不宁的。沈总，你要是担心小姐，要不你给她打个电话问问。这怎么不接啊？这怎么不接啊？坏了，瑶瑶不接电话呀？这怎么要出事了？小乔，备车，去夜金。是。沈瑶，别怪我，谁让你挡了念念的路？挡他的路，就是挡了我的路。滚开！敢动他，你找死！你他妈谁呀？敢动他，找他！大小姐，我实在喝不下，先走了。走。这帮蠢猪，要不是为了证明我没有参与玷污沈瑶的事情，我才懒得在这跟你们喝酒。妈，谁把你们打成这个样子的？
经理，就是她，她就是何莲的女儿，就是她给我5000块钱，让我配合赵宇给沈小姐下药的。你胡说！骗人！敢在夜间搞事，找死啊！你敢打我，我可是沈家大小姐。大小姐，呸！沈家大小姐，你也配？沈阿姨，你没资格叫我阿姨。你们3个敢动我女儿，找死啊！老婆，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错了。都是这两个贱人，跟我没有关系啊！赵氏，你这个王八蛋，出了事就往我们身上推，你还是不是个男人？马上告诉我瑶瑶的下落！大小姐，我们的人锁了，是夜间除了正门以外，所有的门，保证一只蚊子都飞不出去。沈瑶、沈云溪留着你们就是祸患，爸早晚会查到你们。我今天就一把火烧个干净。动手！是。再问你们一遍，瑶瑶到底在哪？沈云溪，这个老贱人，我是不会告诉你的。就让你以你的视频满天飞吧！你敢？沈总，不好了，夜间起火了！什么？哎呀，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可是瑶瑶，沈云溪，今天晚上就让你的女儿给我们陪葬吧！沈总，快走，咱们先走，从长计议。何念念，我女儿到底在哪？你放开我！经理，听什么你？还不快跑！妈，你再坚持一下，我们能逃出去的。妈，你怕他刚才把所有的坏事都怪在了我们头上，这么无情无义的人，你还管他干什么？对，他活该，他活该。走。对啊，何念念，你们快回来呀！我会被烧死的！放开我！你让我进去！楼里面太危险了，不能进去。怎么回事？你是当年那个男人？沈总，他就是苏家家主苏怀安。没错，我就是当年沈总花钱买了一夜的男人。苏家主，当年是都误会啊！瑶瑶，我要去救瑶瑶，瑶瑶还在活着呢。沈总不必担心。瑶瑶，沈总放心，瑶瑶只是中了药，我已经给她解药了。啊，谢谢啊，谢谢你救我女儿，你想要什么报答，我都答应你。哥哥救妹妹需要什么报答？晨儿，赶紧把她送上车，让医生过来给她救治。是，爸。他是你儿子？是我养子。你知道错了吗？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饶了我吧！当年你和晨儿在孤儿院连饭都吃不饱，
是我把你带回家，养了你这么多年，可你为什么要害我的亲生女儿？亲生女儿，你都知道了？我不是不找你啊，我真以为你是丫。爸，我只是怕你找到亲生女儿之后，你就不要我了。我只是害怕失去你，害怕失去这个家呀，爸。放屁！你就是怕瑶瑶跟你分家产。像你这么恶毒的人，不配做我的女儿。来人，把她送到非洲，再不准让她回来。是。爸，你饶了我吧！爸，我再也不敢了，爸，我错了，爸。爸妈，医生说瑶瑶没事，她体内的药物已经排干净了，一会儿就能醒了。瑶瑶重要的时候，您一直都在她身边。是，林几年要欺负她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出现的。但是，我没想到，他给瑶瑶喝催情药。催情药？那你……妈，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做。瑶瑶，你忍忍。还可以这么解药啊？妈，一瓶矿泉水不够，多倒几瓶就够了。不愧是沈小姐的女儿，你呀，倒不像我苏淮安的儿子。妈，慢点啊！妈，我怎么在这儿啊？你还说呢？妈说了多少次了，外人给的东西不能随便喝，怎么那么不听话呢？都赖何念念，那千防万防，心机婊难防啊！还好是你哥哥救了你。哥哥，天哪，我究竟做了些什么？没关系了，你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而且陈儿是我看着长大的，是个好孩子。你是啊，他是你爸，你亲生父亲。这件事情吧，说来话长。瑶瑶，你不会怪妈瞒了你那么多年吗？当然不会啊，只要不是赵宇那个人渣当我爹就行。爸，欺负瑶瑶的林几年和何念念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怎么处置？他们敢陷害我女儿，绝不能轻饶。陈江，爸，现在是法治社会。好好，都听我宝贝女儿的。放了他们，那个何念念一直在冒充我的身份，对外宣称她是千金大小姐，那我就让所有人知道她的身份，让她名声扫地，她会比死还难受。近日，正明集团大小姐沈瑶荣获全球珠宝大赛金奖，成为国际珠宝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其母正明集团董事长沈妍希女士和其父上街豪门苏家家主苏淮安将在海城7星级大酒店举办庆祝宴。早就让赵宇晚点死了，害得我们欠了这么多高利债，现在害得我们东躲西藏的。要是被他们抓住了，还不给爸爸卖到红灯区啊！我们被逼得都要活不下去。那对贱人倒好，竟然傍上了大寡妇，妹子那么好。何念念，你个贱人，我总算找到你了。林几年，
要不是你冒充沈家千金，还冒充我的救命恩人，我会跟着你干了这么多错事啊！现在我被林家赶了出来了，成了丧家犬，都是你害的！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打人？我还要杀了他我！林子年，你管我有什么用啊？你当初接近我，不是想靠我上位吗？不然，以你林家私生子的身份，这辈子都别想当林家继承人。好，何念念，你去死吧你！你干嘛呀？去死吧！放开！你干嘛呀？去死吧你！你去死！妈，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何念念是假千金了，他母女俩现在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赵月也在那场大火里被烧死了，也算是罪有应得了。